你听说过人唾吗？人死后，将人特殊处理过后，将人的模样在纸上面呈现出来。我就是干人踏的，每天为那些思念的人将死人的模样踏下来保存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收到了我妹妹的尸体，那个男人给了我一大笔钱，说爱我妹妹，让我把妹妹完整踏下来。我抬眼问男人，要不要做个情侣人拓，和你女朋友一起出现在画上面。顾客又带来了货物，我把黑色袋子拖进房间，然后将里面的东西倒出来，是个死人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将尸体平放到床上，然后用特制的药水一点点抹匀。几分钟后，尸体渗出颜色，我拿出纸贴到尸体上面。我给顾客打去电话，已经弄好了，一会儿就来吧。还有，记得把尸体带走。挂断电话，我这才坐在凳子上，把纸张一点点掀开。画纸上，尸体的模样被逼真的呈现出来，宛如真人。这种将人印到纸上的做法叫人拓。人死后，活着的人就会想死去的家人或者朋友，所以他们会请人把人拓下来保存，用来做纪念。而我就是附近唯一一个做人拓的。每天想要做人拓的人踏破了我家的门槛，叫我去拓人。但是做人拓的是有规矩的，一天只能拓一个人。所以等顾客拿走尸体，又有顾客进门扔一个袋子的时候，我想也不想就拒绝了。不好意思，周先生，今天已经打烊了，你还是明天再来吧。新顾客吐了一口唾沫，嚣张地道：你确定？你玩老子那么多次，你还叫我下次来？面前的男人是当地的首富周月海，据说黑白两道通吃。我得罪不起，尤其是我已经拒绝几次了。但是想到做人拓的规矩，我还是坚持，周先生明天再来吧，真的打烊了。我态度强硬，惹恼了周月海。周月海吐了口唾沫，留下一句你完了走了。等人走以后，我更加苦恼，但是无济于事，只能轻轻抚摸房间里面踏下来的画像。这些画都是我特意保存下来的，挂满了整个画室。风一吹，那些画像里的人好像动了。我师傅说，这些画如果一天踏2个，会发生恐怖的事情，自然是不能一天踏2幅的。等到我从房间里面出来，已经是晚上。我换了身衣服，洗了个澡，把身上的湿气洗掉，我才赶到大厅里去。梅梅，你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？让哥哥看看。转了一圈，根本没有妹妹的身影，打电话也没有人接。给妹妹上班的同事打电话，她说妹妹下班就和男朋友去玩了。我皱眉，不知道妹妹什么时候交了男朋友。滴滴，手机弹出一条信息，是妹妹发来的。哥哥，我今晚待在闺蜜家过夜，不回去了。我的心情更加烦躁，不明白妹妹为什么要撒谎。一夜没睡好，等到我醒来，就传来了噩耗。我妹妹梅梅被装在尸体袋里面，我的顾客让我拓她。大师，你一定要完整的把我女朋友拓下来，我真的很爱她。面前的男人穿着花衬衫大短裤，身上一个大纹身，说是我妹妹的女朋友。但是我颜控的妹妹不应该会找这样一个人做对象，更何况她都没发现我就是尸体的哥哥。一想到昨天晚上妹妹同事的话，而且今天妹妹离奇死亡，我就越觉得离奇。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是我旁边的这个纹身男人杀了妹妹呢？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就问男人，他怎么死的？他指的是袋子里面的妹妹。被我问到的男人愣了一下，随即眼神真挚，声音带颤音。我女朋友不小心出车祸死了，我太想念她了，所以想来把她拓下来。大师，你帮帮我吧。他一句句全部是爱我妹妹，但是我看到他眼神闪过的一丝嫌弃。他撒谎，而且我妹妹身上虽然伤痕累累，但是看起来不是碰撞伤的，而是人为一刀刀割伤的，压根不是车祸死的，更像是虐待死的。至于划痕，很像男人腰间那把弯刀弄的。面前这个男人很可能是杀了我妹妹的凶手。想到这里，我暗暗下决心。我抬眼问男人，要不要做个情侣人拓，和你女朋友一起出现在画上面？师傅说，如果真的走投无路，那就一天踏2幅画，甚至3幅。和我相依为命的妹妹死了，怎么就不是走投无路了呢？男人瞬间面露惊恐，后退一步就要逃跑。哈哈哈，开玩笑的。我爽朗一笑，拍拍他的肩膀。男人这才放松下来，扔给我一袋钱。这是定金，如果酬劳满意的话，加钱。男人一屁股坐下来，却坐到一幅画上面，瞬间惊奇。什么东西咬我？我收起那幅画，然后笑道，没有东西，你可能感觉错了吧，除了完整你还有其他要求吗？男人狐疑的东看看西看看，最后说了句没有，就仓促的离去。我拿起拓画时的刻刀，跟在了男人身后，一直跟到了外面，趁着男人没注意，我就要下手。青哥，里面那个搞定了吗？当然搞定了，青哥能得到周老板看上，搞定一个丫头片子还不简单。几个人开面包车到男人面前，我立马将刻刀收起。被叫青哥的男人打开车门，少拍马屁，昨天让你动手还差点尿裤子。目送一群人开着面包车，我这才回到房间里面。房间里面，妹妹的尸体还躺在那里。我颤抖着打开装妹妹的尸袋，轻轻地将妹妹放在床上。当仔细检查了一遍，我这才发现妹妹可能不仅是被虐待而死的，
妹妹身上青青紫紫的痕迹，身上属于男人精液的味道扑面而来。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气得我将刻刀往床上一扔。这帮畜生，这些人害我妹妹死得那么惨，凭什么好好活着？报警吗？可是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？我环顾一周，突然觉得不如就将他们一起踏成画吧。可是他们起码4、5个人，而且我右手半废，干不过他们。我看向了那些画，我对着空气问：可以帮我吗？这次不仅是右手，我右腿也给你们。回应我的是画里的凄凄声。那些画里的前辈告诉我，要我杀了妹妹，而且今天还要杀另外一个人，他们才愿意帮我。我同意了，转身看向床上的妹妹，我有些不忍。那么爱漂亮的妹妹，要是知道自己死后那么难看，一定会难过的吧。我把隔壁王阿婆叫来，求她帮妹妹清洗一遍身体。阿婆一直看着我们两兄妹长大，在给妹妹清洗的时候一直唉声叹气。梅梅，你怎么就那么早走了呢？还在阿婆前面。我默不作声，调制药水。等我走过去，阿婆已经清洗好了。阿婆看着我手里的药水，更是愁眉苦脸。你确定要这样吗？你就不怕？我直接打断阿婆。阿婆，那些东西告诉我，我只有这样做才能帮我给妹妹复仇。阿婆还是不赞成，心疼地看着我半废的右手。可是当初你只是开始，右手就废了。如果真的拖2个人，那我直截了当的回阿婆，我答应把右腿给他们，然后不行，双腿也行。见一直劝不动我，阿婆也不劝了。阿婆摇摇晃晃的离开，嘴里一直嘟囔：完了，完了。见阿婆离开，我这才将药水一点点地抹在妹妹身上。这些药水是他们让我调制的，和我平常用的不一样。红色粘稠的液体好像有生命一般，一碰到妹妹的身体就跑了进去。很快，妹妹身上的皮肤渗出血红色，画里面的他们凄凄地响起来，听起来很是愉快。这一幕看起来极为诡异。吐出来以后，画上的妹妹浑身带血，眼睛诡异地睁开，表情狰狞，怨气滔天。我轻轻抚摸画像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哥哥会帮你杀了他们的。画像里面传来凄凄的声音。知道妹妹现在迫不及待，我拿出手机给今天的那个男人打电话。喂，太好了，你来拿一下。纹身男人又来了，只不过这次他还带了其他人一起。亲哥，都是道上混的，你怎么还怕一个小小的房间？你懂屁，那是我带你们见世面。几个人一起进来，狭小的房间瞬间拥挤。我将手里的刀藏好，拿着酒迎上去。辛苦各位大晚上来拿东西了，来，先喝点酒。有了酒，几个人面色好了一点。被叫亲哥的男人瞪了我一眼，随即一口酒下肚，又连续喝了几口。我心里冷笑，瞟了一眼几人身后张牙舞爪的画像，示意他们不要急。画像这才安静下来，恢复成一副普通画像的模样。其中一个人看着床上只露出头的妹妹，啧啧称奇：亲哥，这妞真漂亮啊，昨天你玩得爽吗？纹身男人喝了酒有点晕乎乎的，也不怕我在旁边，大着舌头说：那是，昨天那个贱人还敢反抗，一直叫哥哥救命，我直接割断他的舌头，哈哈。砰的一声，酒壶落地。纹身男人等人皱眉看我，我立马扬起笑脸，陪笑道：不好意思各位，手有点问题，拿不稳。男人瞧见我半残废的右手，嫌弃的努努嘴，撇过一边去。我拿着酒壶再去打一壶酒，后面妹妹的画像怨气冲天，整个房间响起凄凄声。等我拿着酒回来，发现几个人在好奇地围在其中一个画像周围。亲哥，听那些人说，这种人踏下来的话好几十万一副，要不我们偷一个卖掉？纹身男人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抵不住诱惑。行，反正他这里画像那么多，少这一副他应该不知道。看着几个人贪婪的模样，我没有上前去阻止，反正他们会教训他们的。纹身男人一个眼神，旁边的人立马会意，上前要拿下画，只不过他刚一碰到画像就缩了回来。啊！亲哥大怒，干什么？叫你拿个画像，你叫那么大声做什么？生怕那个残废不知道我们在偷东西吗？可是等男人摊开手，他们才发现整个手都被腐蚀了，露出里面森森白骨。几个人瞬间倒吸一口气，我也在这个时候走出来。来，我又弄了一壶酒，继续喝。几个人见到我，立马紧张。后面2个人捂住被腐蚀的那个人，不让他继续发生惨叫。我也当没发现，继续热情地给几个人倒酒。我装作不经意提醒：对了，你们可别乱动那些画像，不然可能会惹恼他们。他们是谁？我不说，只是说有他们。众人见状，身体都抖了一下。亲哥没有接过我的酒，而是问我：不喝了，画像呢？不是说已经把人拖下来了吗？看着他东张西望的模样，我知道他怕了。我慢吞吞地拿出妹妹的画像，纹身男人一把抢过去。一见到血红的画像，男人瞬间暴起，给了我一拳。叫你踏好点，你给踏成了红色的，这谁爱看？我也不恼，笑呵呵地解释：不是这样的，这幅画像你要仔细看，仔细看才发现它的好。亲哥将信将疑，将头仔细凑近画像看，看起来还是……没等他说完，我就用左手大力按住他的头到画上。凄凄声顿时响彻整个房间，妹妹的画像伸出红色的粘液包裹亲哥的头部。啊！救命！
救命！可惜已经完了。他的头被红色粘液紧紧包裹，不管他怎么挣扎都摆脱不了。我看向在场的其他人，阴森森地笑道：对了，还有你们，我差点忘记了，七七。我亮出刀，房间里面的前辈波涛汹涌翻动，能感觉到他们的兴奋。七七啊！被房间的诡异吓到，几人争先恐后的要逃出去。不过他们很快发现门被锁了。快砸门，快呀！难道要我们死在这里面吗？门被砸得砰砰响。我拿着刀缓缓走过去，微笑道：这女孩是你们杀的吧？你们杀她的时候后悔吗？我将刀抵在其中一个人脖子上，那个人吓得尿了裤子。不是我，是青哥动的手，人也是他骗来的。我毫不犹豫地将刀送进戴眼镜的脖子，鲜血飞溅，溅了我一脸。男人挣扎了几下，死了。剩下几人更加害怕，拼命敲打着门。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发现出不去，就举着棍棒要和我殊死一搏。去死吧你！没等他碰到我，就被地上前辈伸出来的黑色粘液绊倒，然后被牢牢缠住。救命！快救救我！可是没人去救他，粘液包裹他，触碰到粘液的地方都被腐蚀了。啊！在男人的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救中，他被腐蚀成了一副枯骨，这才断了气。剩下的人无一例外被前辈们这样吞噬了，最后房间只剩下几副枯骨。七七，前辈们纷纷满足的喟叹。我摇摇头，解决了几个小喽啰，那个纹身男人我要亲自弄死。可是等我一转身，发现刚刚还牢牢缠在画上面的男人不见了。我走过去，发现妹妹的画上面还残留着人的皮肤。难道人已经被吞噬掉了吗？不应该呀！下一秒，背后传来重击，敢暗算老子，看老子不弄死你！重击过后，我被男人狠狠地按在地上，脖子传来一股巨大的力气，让我呼吸不上来。我拿着刀往后面重重一击，啊！脖子上的力道消失，转身看到纹身男人捂着眼睛惨叫，他脸上的皮肤都没了，应该是刚刚想要挣脱画像，活生生被撕下来的。趁着男人痛呼，我拿着酒壶使劲往男人脑袋上面砸，男人直接头破血流。我冷漠道：你害死了我妹妹，去死吧！说着我就要给男人最后一击，男人突然抱住我的腿，求饶，哥，不要杀我，我错了。我没有理会，举起酒壶砸下去。在要砸到男人的时候，男人突然大喊：是别人指使我弄死他的，也是那个人让我害了你妹妹。妹妹的画像突然传来更大的怨气，画像也更加像血色。我停下砸下去的动作，拎起男人的领子，凶狠地道：是谁？是周海月，是他让我弄死你妹妹，然后找你麻烦的。所以我就告诉你妹妹你找他，然后哥，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你妹妹，放过我吧。面前的男人痛哭流涕，让我原谅他。我凑近男人，在他耳边道：原谅你？不可能，你放心，你死后我还会把你踏好挂起来。男人的瞳孔缩小，我重重一击下去。男人死后，我按前辈的意思拿来了新的药水，现在的药水是黑色的。我一点点抹在男人身上，抹完以后，墙上的前辈明显很激动。七七，这是催我赶紧的意思，我只好照做。我将纸贴在男人身上，很快，床上的男人干瘪了下去。前辈们明显更加激动了，催促我赶紧将人拖出来。我只好将纸张小心翼翼地掀开，纸张上面，男人的表情面带痛苦，好像在接受什么酷刑。当我将纸张挂在墙上面，无数的画像伸出粘液，挤进新画像里面。七七，画像里面的男人表情更加痛苦了，而前辈们却好像很满意。下一秒，我的右腿传来了剧痛。我知道这是前辈们收取代价了。我哭笑了一下，对着前辈们诚恳道：前辈，可以先不要收取代价吗？原来心满意足的前辈们立马转向我，黑色粘液萦绕在我周围。我吓出了一身冷汗，看得出来前辈们很生气。我不是想毁约，我是想晚点再还。前辈没有放过我的意思，腿上的疼痛更加剧烈。我低下头，晚点还，我可以用更大的代价还给你们。闻此，腿上的疼痛才消失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我不能现在右腿残废，我还要报仇。刚刚纹身男人说是周海月做的，那我就要杀了他给妹妹报仇。不过前辈们也没给我多少时间，只给我今天。今天以后，他们就收取我身上的代价。而这次，我可能连命都没有了。我的结局可能和画里的男人差不多，甚至更惨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收拾东西就要离开。身后妹妹的画像突然掉到地上，红色粘液生成一行字：带我去，我要亲手杀了他。我愣了一下，颤抖地拿起画像，将画像放进怀里。好，哥哥带你去，和你一起报仇。我拿着妹妹的画像出门，直奔本市的一个酒吧。我知道周海月肯定在里面，因为周海月在当地很有名，除了因为她是首富，还因为她喜欢漂亮的女孩。喜欢漂亮的女孩没问题，但是她不喜欢活人，喜欢死人。她喜欢叫人将女孩虐待致死，然后将女孩的尸体或者身体的某个部位或者死后的照片保存。她当初来找我，就是想把那些女孩弄死了以后拓下来，然后欣赏。我很反感这种人，但是她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现在都没有出事情。
因此我拒绝了几次，没想到惹恼了他。而周海月每次都在那家酒吧寻找目标。我拿着画像走进酒吧，在酒吧的角落里面找到了周海月。周海月正盯着台上的一个女孩看得起劲，旁边的经理也不避讳。周总，喜欢这个吗？不过你昨天不是刚刚弄了一个吗？周海月冷哼一声，将酒杯砸在桌子上。昨天那个有什么？要不是为了报复他那不知死活的哥，我怎么会看上那种土妞？我走近两人，传进耳朵的声音更清楚了。周海月不屑，高阳那人就是不识好歹，我给他20万拖一个人，他都不乐意。随即他得意道，所以我就把他妹妹叫人送去了。死前我还让阿青他们好好招待他妹妹呢，不知道他现在看到他妹妹成这样了，什么表情，哈哈哈，我牙都咬碎了。没想到这人那么畜生。怀里面的画像剧烈抖动，我能感觉到妹妹激动的情绪。我按住画像，示意妹妹别急。七七，妹妹放心，很快这个畜生就笑不出来了。这人害得你死得那么惨，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。经理也是个人精，见周海月看上台上的女孩，立马会意。没过一会儿，女孩被周海月带出了酒吧。路过我的时候，我看清楚了那个女孩的脸，王阿婆的孙女王晴。见此，我更是愤怒，祸害我妹妹，现在还要祸害王阿婆的孙女，我一定要她死得很惨。周海月强硬地拉着王晴往外面走，我悄悄跟在后面，画像也兴奋起来。几次，画像里面都伸出红色粘液，想要解决掉周海月。我赶紧按住画像，别这个时候出手，人太多了，周围还基本上是周海月的人，我们动不了。一出到外面，突然有人跑过来，周先生，你不能带走我孙女。王阿婆跌跌撞撞走过来，面色极为焦急。周海月发现来人，直接将阿婆踢倒在地上。王晴大喊奶奶，却被周海月拽住。而我看见是王阿婆，焦急地想走出去，最终还是忍下来了。如果现在出去，不仅救不了阿婆，还会把我搭进去。我可以死，但是妹妹的仇不能不报，所以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阿婆跪倒在地，苦苦哀求，求求周先生放过我孙女吧，她刚刚成年，还什么都不懂。没想到周海月更加兴奋，摸了一把王晴的脸，刚成年，那岂不是滋味更好，哈哈哈。王晴吓得惊慌失措。周海月拉着王晴要离开，王阿婆拖住周海月的腿，气急败坏的周海月猛砸王阿婆的头，很快鲜血直流。滚开，老东西，别来妨碍我。说着，周海月就将王晴塞进一辆车里面，开车走了。我赶紧去扶王阿婆，王阿婆却摆摆手，去救王晴，还有给你妹妹报仇。原本的计划被打乱，我打了个120，立马骑着我的摩托车追上前面的车。万幸的是，周海月只带了王晴，没有带其他人。周海月，你看我这次弄不弄死你？骑车跟在周海月后面，发现他到了一处荒地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正是复仇的好机会。周海月脱下衣服调戏王晴，小姑娘那么抗拒干什么？这样才刺激，懂不懂？我直接从后面给周海月来了一板砖，砰！周海月转头，面目狰狞，看起来极为愤怒。谁打扰老子好事？我叫王晴，你快跑！王晴立马跑远，剩下周海月和我对峙。当发现是我，周海月轻视一笑，哟，你个死残废，还想英雄救美呢？怎么，你妹妹的尸体拖好了吗？看着周海月的一身腱子肉，我知道我不是他的对手，即使愤怒，我也不能冲动行事。我尽量和他保持距离，寻找机会出手。但是看着周月海身上的腱子肉，我更加头疼。不明白一个商人为什么有那么强悍的身体，现在我完全处于弱势。他前进一步，我就退一步，一直到无路可退。突然，周海月猛地朝我扑来，将我按倒在地。怎么，不是喜欢英雄救美？那么喜欢，你有条件把你救。一拳又一拳狠狠地朝我头上袭来，让我一阵晕眩。我的手偷偷伸向包里面，然后拿出里面的东西以后，立马捂住周海月的口鼻。放开我！周海月被捂，更加用力地砸向我的脑袋，见我还是捂着，就掐我脖子。我瞬间呼吸不上来，但是没有松手。几分钟后，周海月瘫倒在地，我从地上坐了起来。我手里的东西是能让人虚弱的迷药，虽然只有几分钟的效果，那是很早之前妹妹给我做的。她说我右手不太方便，如果哪天遇到危险可以智取。想到我死去的妹妹，我更加愤怒了。如今我妹妹成了这副模样，结果周海月这个凶手却活得好好的，凭什么？周海月瘫倒在地上，我冷漠地踩住她的脸，语气冰冷，为什么要杀我妹妹？就因为我没帮你拓人吗？我发泄一样猛踢周海月的肚子。我不明白，我那么好一个妹妹，就这样被她祸害了。结果底下的周海月不仅没有懊悔，表情更是嘲弄。打呀，你妹妹还不是死了？我劝你赶紧放了我，不然等我出去会让你好看。我一刀捅进她的大腿。怎么，你居然觉得我还会让你活着出去吗？我拿出妹妹的画像给周海月看，看见没有？你把我妹妹和我害得多惨，我们怎么可能放过你？画像上原本面目狰狞的妹妹，现在笑容灿烂。
只不过妹妹全身血红，这一笑看起来更加诡异了。啊！周海月吓得大叫一声，后退一步，脸上也满是惊恐。我看着周海月，阴森森的开口：“周海月，你那么喜欢人唾，我干脆把你唾下来好了。”周海月拼命摇头，我越看她越着迷。这身材，这古铜色的皮肤，太适合做人榻了。我拿起刀就要动手，地上出现了一行字：“哥哥，我要亲手杀了他。”既然妹妹想亲手杀了周海月，我自然不会拦着。我将画像放到周海月旁边，画像立马冒出血色的粘稠液体。红色液体从地上攀上周海月的大腿，很快周海月大腿就被腐蚀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滚开呀！周海月大叫着，但是粘液更加快速地爬向他身上其他地方。啊啊啊！周海月挣扎着，在要碰到他脖子的位置，粘液瞬间全部收回。画像里面传来妹妹的凄惨叫声。我不明所以，看向周月海，才发现他脖子上挂着一个护身符。这东西伤到妹妹了。可恶！我想夺过来，周月海却先一步爬起来。迷药的药效时间也过了，真是麻烦大了。这边妹妹还在凄惨的叫，那边周月海的表情有点疯狂。怎么，不是要杀了我吗？还想杀了我？你们有那个本事吗？我拿着画像往后退。现在他身上的护身符明显对妹妹不利，我不能让他再次伤害妹妹。周月海拿着护身符向我靠近，脸上的笑意怎么都遮不住。说实话，虽然刚刚觉得吓人，但是这红色的人唾看起来多美。他向我伸手，给我，不然我就毁了这画像。周月海还晃了晃护身符，威胁的意味明显。但是我不可能给他。更糟糕的是，我的全身开始剧烈疼痛，看起来他们要收取了。可是我还没有帮妹妹报仇，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？我疯狂地护着画像，不让周海月碰到。画像传来妹妹撕心裂肺的叫声。砰！我被一拳打倒在地。为了不让周海月拿到画像，我把画像扔到一旁。周海月要拿，我就死死咬住他的腿。你个疯狗，放开！周海月一脚一脚踢在我头上，而我只是狠狠咬住他。周海月见摆脱不了我，就拖着我走到画像旁边。你不松口有什么用？你妹妹还不是要被毁了？他凑近我的耳朵低语，这次你会亲眼看着自己的妹妹被毁。可能是因为这句话，我发了疯，爆发了无数潜能，反将周海月按倒在地。我坐在他身上，对他疯狂地殴打。既然你那么顽固不灵，看着你妹妹又死一次吧，哈哈哈！我没想到周海月将护身符往妹妹那边扔。护身符被扔到了画像上面，很快传来了烧焦味。不，哈哈哈！我的声嘶力竭和周海月的爽朗大笑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就在我以为完了的时候，阿婆跑了进来，终于赶上了。阿婆被王晴搀着，看见画像，阿婆想都没想，割开手腕，滴了血下去，血滴到护身符上，没有再冒烟，妹妹也不再惨叫。我喜极而泣，倒是忘了，阿婆可是这一代干人榻的祖师，有她在，妹妹怎么可能会出事呢？等彻底放松下来，我们几个人才看向周月海。他跑不掉了。周月海，你弄死我妹妹，后悔吗？知道自己逃不掉的周海月彻底害怕了，他跪在地上祈求，求求不要杀我，我可以给你们很多钱，只要你们别杀我。没有人理会他。护身符被破坏，妹妹再次控制粘液缠上了周海月。你害我那么惨，你凭什么活得好好的？粘液将周海月包裹，无论他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。最后，周海月渐渐在挣扎中断了气息。死之前，他被粘液腐蚀，痛苦万分，求我给他个痛快。我说，你让人把我妹妹折磨死，想过我妹妹吗？不要折磨我，给我来个痛快。妹妹生生折磨了他几个小时才死。周海月死后，我带着王阿婆和王晴一起回了家。房间里面，我等着前辈们的惩罚。既然已经做了选择，就要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为了给妹妹复仇，我选择了付出生命。画像里面妹妹的脸色愁苦，让我又想起来了曾经的妹妹。地上出现一行字，都是因为我。我摇了摇头，不赞同。错的不是妹妹，妹妹是被骗的，她是受害者。错的是周海月，她该死。很可惜，为了报复周海月，我的命也要没了。身上的剧痛一点点地加剧，我差点痛昏过去。我冲着屋外的阿婆喊，这些年谢谢阿婆的照顾了。不过阿婆，让你失望了，对不起。我闭上眼睛，等待死亡，却听见门一下子被打开了。我睁开眼睛，看见阿婆走进来。她把血抹到画像上面，将我从凳子上面拉起来。你们这些年轻人都说要死，既然要付出命，那就拿我老婆子的命吧，反正我也活够了。下一秒，我身上的疼痛消失，阿婆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。不，我焦急地想要把惩罚换回来，阿婆却摇摇头，没用了，换不回去了。我悲痛欲绝，王阿婆却笑了。王晴走进来，阿婆看看我们两个人，又看看妹妹的画像，最后说道：你们都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你们谁死我都不安心。以后高阳你就是他们两个的哥哥，好好照顾他们。我去看你师傅了。说完，王阿婆就没了气息，
画像的粘液涌向了他。我和王晴泣不成声。那天以后，所有人都知道城东的那个干人踏的最讲规矩了。他一天只拓一个，多了他只会把人赶走。而且每个来拓的人，他都要问清楚怎么死的，是死者的谁。又过了5年，我还是干着人拓。我老是想起师傅和阿婆，想起他们的死亡。当初师傅也是要一天拓2个人，那个时候他老婆救人却被讹了，师娘受不住就跳楼了。第2天，师傅就拓了2个人，那2个人，一个是讹师娘的人，一个是做假证说师娘害人的人，所以他被吞噬死了。作为助手的我也受到了惩罚，右手半废。后来我妹妹被害死了，我也踏了2个人，要接受惩罚了。可是死的不是我，死的是阿婆，她帮我接受惩罚了。我很愧疚，但是重来一次，我还是一样会拓2个人。只不过这次我不会再告诉阿婆了，不需要别人帮我承担。